Hello，大家好。资本退潮，美国的住宅市场迎来了重新的估价。过去的10年，美国的独栋住宅市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机构的资本开始大规模的进入独栋的住宅市场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，华尔街第一次系统性的收购指数房产。2020年疫情之后，在极低利率和宽松流动性的环境下，机构再次的加速进场，很多家大型的地产公司迅速的扩张。2021年到2022年的期间，在佛罗里达、德州、亚利桑那、北卡罗来纳州等等，机构投资者用现金高价收购独栋住宅，甚至在部分的区域占到成交量的20%到30%。那一阶段的逻辑很清晰：利率低，融资成本接近历史的底部，租金快速的上涨，通胀预期升温，住房供给长期不足，住宅被当成抗通胀的资产。养老金、REITs、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、私募基金大量进入住宅市场，整个资产类别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。那几年本质是一场资本驱动的扩张周期，但是周期永远不会停在高点。2022年之后，美联储进入加息的周期，融资成本快速的上升，资金的涨幅开始放缓，保险成本在佛州等地明显的上升，部分的区域房价出现了回调。当高杠杆的资本遇到成本上升和资产回调的时候，去杠杆阶段自然就启动了。那么，机构是否会被迫的卖出资产呢？哪些区域会先承压？如果他们开始去杠杆，对普通买家和投资者来说，这到底是风险呢，还是窗口呢？我们先来搞清楚，机构真的在亏钱吗？答案是，部分的区域确实是在亏钱。根据公开的市场数据，2021年到2022年的高点时间，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在德州、佛州、亚利桑那州等等大量的收购独栋的住宅，当时的平均买入价格大概在42万美元。然而现在部分的区域在均价回落到36.5万美元左右，账面的浮亏大概是5.5万美元每一套。如果说按照高峰期购入的大约是30万一套来计算，那账面的股权缩水就有165亿美元。但是这是账面的浮亏，不是系统性的违约。165亿美元放在美国住宅总市值3到4万亿美元的盘子里面，占比不到1%。所以第一层的判断非常的清晰，这不是2008年那种级别的风险。2008年，美国的房价下跌将近30%，1/4的房主处于负资产的状态，指赎率超过4%，银行体系濒临崩溃。而现在呢，全美国的房价最大的回调不足7%，负资产的比例只有3%左右，指赎率也低于历史的均值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高于金融危机的时期，但是这也不代表它和个体投资人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机构会被迫的卖房子呢？问题在融资的结构。看个人的房东，大多数用的是长期的固定利率按揭，没有价值重置条款，没有季度资本披露压力，即使价格短期的下跌，也不会触发强制的追加资本。但是机构完全不同，他们用的是组合贷款、信用额度、债券融资、私募基金结构。
这些结构往往包含 LTV 约束条款、DSCR 约束条款、估值重置条款、资本回报承诺。当房价下跌10%到15%的时候，组合 LTV 就会上升，接着会触发约束条款，然后银行或者债权人就会要求补充资本，或者限制分红，再就是被迫出售资产。这就是为什么去杠杆会集中发生在机构的层面，而事实上，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。公开的信息显示，富国银行要求部分房地产基金追加资本，美国银行削减机构信用额度，多家 REIT 被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列入负面观察。Progress Residential 挂牌数千套房源，American Homes 暂停新增收购，这些信号放在一起，说明了一件事情：资金在收缩，这叫做去杠杆周期，它不是崩盘。机构到底占多大的比例呢？很多人会以为华尔街把美国的房子都买光了，但事实是，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机构，也就是持有超过1000套房产的机构，在全美国的范围内，持有美国独栋住宅只有1%左右，全国影响非常有限。但问题是，机构高度集中区域在佛罗里达、德克萨斯、亚利桑那、北卡、乔治亚州等等。像坦帕、奥斯汀、凤凰城部分的区域，2021年到2022年期间，机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购房狂潮，占成交量的20%到30%。像美国最大的私募背景单户住宅运营的平台 Progress Residential， 美国第2大上市单户住宅出租平台 Right American Homes for Rent， 以及由黑石创立的行业龙头 Invitation Homes。这样的机构平台当时直接现金支付，7天内完成交易，出价还比普通家庭高至少5万美元。而现在呢，他们同步收缩、暂停收购，甚至挂牌出售的时候，价格就会在这些区域集中回调。这就是所谓的区域性价格调整。发布禁止机构买房的行政令，这个到底影响有多大呢？很多媒体的标题很夸张，说是禁止华尔街和普通的家庭抢房子，但是如果把文章的内容认真的看一遍，你会发现这项行政令并没有禁止机构购买独栋住宅，它真正做的是在联邦支持的层面收紧政策，核心大概有3点：不再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 FHA、退伍军人事务部贷款 VA， 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为大型机构收购独栋住宅提供支持，要求界定什么是大型机构投资者，以便为后续监管留出空间，授权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对集中购房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。本质上，这是一种政策态度的转向，而非市场的禁令。机构仍然可以使用私人资本购房，同时像 Build to Rent 这种只建不卖、用于出租的开发项目也没有被禁止。这也意味着它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市场的供需结构，而目前美国的住房缺口仍然在大约400到600万套之间。真正决定长期房价的
是供给不足，而不是机构是否参与。所以这项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的表达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冲击。说了这么多，究竟机构会怎么影响市场呢？重点来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机构去杠杆呢？因为问题不在于房价的本身，而在于时间。2021年到2022年那一轮是什么环境呢？利率低到离谱，钱几乎不要成本，通胀预期很高，资本疯狂往房地产里面冲。很多的机构是在那个阶段加的杠杆，而且不少的融资都是3到5年的期限。现在的环境变了，利率在5%以上，在融资的成本明显的更高，租金的涨幅没有那么猛了，保险、税费都在涨，尤其是佛州等地。如果当初是用低成本的资金买入，现在要用更贵的钱去续贷，而资产的价格又没有回到高点，盈利的模型基本的塌陷了。也就是说，2021年到2022年的融资，差不多在2025年到2027年陆续的到期。目前再融资的条件不理想，部分的资产就只能被动的清仓了。所以，我们关注的不是会不会崩盘，而是局部的区域市场有没有可能出现跌价的机会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内容了。2026年的春季的机会窗口是否真实的存在呢？我们的判断是可能存在的，但是一定是区域性的。我们先看几个关键的数据。这一轮的周期，全国的房价最大的回调大约在5%到7%。一些过热的城市回调了10%到15%。目前全国负资产的比例大约是2%到3%，指数率仍然在0.2%左右的低位。同时，对全国房价的预测仍然是温和上涨1%到2%。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件事情。这不是2008年式的全国性的下行，但是局部的压力确实是存在的。如果2026年前后出现机会，需要满足3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机构高度的集中区域，机构在全国占比不到1%，但是下面这些市场机构曾经占成交量20%以上，一旦去杠杆，影响就更加的集中。比如坦帕，机构大约3.6亿的资产在缩水；奥斯汀，机构亏损最高，差不多6.17亿美元资产缩水；凤凰城大概机构投资在4到5亿，资产缩水。第二，债务到期压力。2021年到2022年那一轮3到5年期的融资将会在2025年到2027年集中到期，加上目前的高利息水平。第三，本地供需出现短期的失衡。当机构挂牌增加，库存上升，人口流入放缓叠加的时候，价格就会出现让步。所以，即便出现窗口，那也是局部市场的流动性机会，而不是全国趋势的反转。这对不同的人群意味着什么呢？对于自己居住的买家，
如果你关注的是机构热点的城市，那么2026年的春季，你值得提前准备好资金和贷款的预批。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，不要去赌全国崩盘，要看准具体的区域，选机构密集的区域。对于现有的房东，很多人都担心，如果机构开始卖房子，租金会不会下跌呢？逻辑未必如此。如果机构出售的房源被自住的买家吸走，那么租赁的库存反而减少。在供给本来就偏紧的区域，租金未必下降，甚至可能保持稳定或者小幅度的上涨。对于房地产的投资者，如果机构进入去杠杆的阶段，真正的机会未必在单套独栋住宅，更可能出现在3个方向：住宅类 REIT 的估值修复。当市场的情绪过度的悲观，但是住房基本面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恶化的时候，价格回归本身就是一种机会。阶段性折价的资产，在融资的压力下，部分的机构可能会出售非核心的资产或者流动性较好的房源。这种情况下，贷款到期的压力就会促使卖房的价格让步。小规模的资产包交易，相比零散买一套房，10到20套的小型组合更容易的谈价格。但是对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要求更高，更适合有经验、有团队的投资人。所以，在去杠杆的周期里面，专业的投资者通常比散户更有优势。局部的区域重新定价的机会来了，这种情况下就是谁有现金，谁有议价权。我们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：美国的住宅市场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崩盘，机构也不会集体的倒闭。针对2025年到2027年融资集中到期的资产，2026年的春季确实存在局部的溢价的窗口，但是长期来看，真正决定价格的仍然是供给的结构。所以这次的机会是抓住局部的区域，留好现金。市场真正有意思的阶段，从来不是最热的时候，而是拐点的前后。2025年到2027年，地产的市场会发生很多的事情。真正决定回报的，从来不是风口，而是你有没有在正确的周期，站在正确的一边。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是靠现金流稳健盈利，不是靠赌未来涨价。房地产是个摇钱树，它能带给您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房地产的本质是现金流的游戏，租金才是最根本的筹码。涨价是惊喜，现金流才是饭碗。现金流就是租金，没有租金的房地产投资就是在赌博。只有稳定的租客和正向的现金流，才能保证您拿得住这个房子，等来下一波的上涨。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，否则房产会迅速的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。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。中期看土地的稀缺性，短期看政策的红利，只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，房产才具备稳健的支撑。带您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房产投资的核心不只是升值，更是运营效率与持有成本的管理。提供房产投资交易全方位服务，围绕客户需求提供优质生态服务，帮助更多投资人看懂美国地产，布局美国地产。
理性的个人投资人现金流优先，中小投资人应该优先确保稳定的现金流，而不是压住短期价格上涨。中小投资人最好聚焦管理更本地化的资产与区域。我们更关注周期位置、现金流的安全性以及投资的风控。当市场出现结构性的机会，就会主动出手，寻找逻辑清晰、回报可测算的现金流项目。很多投资人会关注房价的走势，看这两个指标基本就能定局。房子降价幅度就看就业市场，如果大规模失业的话，房价肯定会大幅下滑。涨价就看利率的走势，利率如果没有幅度降低的话，房价短期不可能抬头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让大家在投资上少走弯路，越走越稳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订阅。